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朱恒鹏被抓了。最早报道这个消息的是香港有一家报纸叫《星岛日报》，他在9月16号发了一个消息，说朱恒鹏在微信群里头妄议中央被抓。当时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还不太相信啊，因为朱恒鹏人也算是官员型学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副局级干部啊，就因为妄议几句中央就被抓了。要说我跟朱恒鹏还挺熟的，我在国内的时候采访过他好几次，也一起吃过饭。当时有一些国内的经济政策呀，也包括，因为他是研究卫生经济学的嘛，也包括这养老的，我还经常咨询他。我手上也有他的联系方式啊，所以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我就给他发了一个微信，我说朱厂长怎么回事啊？都传言你被抓了。结果呢，他没给我回信，我一看不太好，于是呢我就查了一下啊，说朱恒鹏今年最后一次露面是今年的4月25号。他参加这个财新传媒搞了一个中国养老产业论坛，他在上面还发了言。紧接着呢，今年5月25号，清华大学搞这个学术年会其中有一个论坛叫结构性改革与社会保障体制。这个论坛呢也邀请了朱恒鹏发言，事先的公告都发出来了。但是到了5月25号的时候，朱恒鹏没去，他这个发言被另外一个学者取代了。从此呢，这朱恒鹏就失踪了。但是到今年7月份的时候朱恒鹏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人事开始大换血。首先是这个经济研究所的党委书记叫王立民被免职了。这王立民原先是党委书记兼副所长，那么免职之后他只剩下副所长了。那么谁来当这个党委书记了呢？就金融研究所的党委书记龚云调到了经济所任党委书记。那么这个经济所的原先的所长叫黄群慧，他也被免职了，调到了金融所去当所长去了。然后数量经济研究所的所长呢，吕雪松调到了经济研究所当所长。与此同时呢，这中国社会科学院这科研局的副局长叫宋红也调到了经济研究所当副所长。熟悉中国官场逻辑的人一看到这个人事调动就知道经济所一定出问题了。所有的原先的这些领导层全部大换血，你想想，如果没问题的话，能这么处理吗？那么你再夹杂着前面的那些媒体的报道，那个大差不差，你就能猜出来，肯定朱恒鹏是出事儿了。于是呢，我就找国内的朋友来核实一下，一核实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朱恒鹏今年春天的时候，有一天喝酒喝多了，于是就在一个微信群里头开始说话。说话呢，他先是骂了普京嘛，他指名道姓的俄乌战争刽子手是吧？他就骂起了普京。骂完之后呢，他又开始说起了习近平。当然了，他没有直接点名习近平因为习近平3个字在国内那是敏感词，他用了一些我们国内人经常代称的一些话。然后呢，由于中国经济大家都知道今年非常不好，他作为一个经济研究学者是吧，他觉得这可能就是你现在这一尊现在这种经济政策乱搞导致的嘛。吐槽了一些，抱怨了一些，话说的有点难听，还说到了生和死的问题结果这个微信群呢发言他发完之后他就睡觉了。那你想想什么后果？现在你微信群里的发言都是透明的，5人以上的微信群全部是透明的。这微信那公司里头专门有一层是公安部在那里头驻点所有微信信息全部是在中共的监控之下。所以我这里头劝大家，国内你也有微信的这些人，你说话你要千万小心，你不要认为你微信里说话是没人知道，其实全是透明的。于是呢，那北京警方就监测到这有一个人在微信群里头骂习近平于是顺藤摸瓜就把朱恒鹏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呢，一开始先拘留，因为这也就是在微信群里讲话嘛，也没太当回事不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案子。但没想到一询问，说这个人身份不一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这体制内的副局级干部那怎么办？于是就开始上报，层层上报，一直上报到蔡奇那里。蔡奇就批示这还得了，骂习近平，马上开始从拘留改为批捕。那这怎么办？就开始查朱恒鹏。查什么呢？那就查朱恒鹏的科研经费。那你想想，朱恒鹏是一个经济学者，肯定有课题尤其是副所长，对不对？那这课题经费怎么用？那他还不好查吗？如果觉得你有问题，那就全是问题。比如说你买了2台电脑，如果是你没问题的时候，这就是科研经费正常使用。如果要是觉得你有问题，那你就是公款私用如果你要是出差，那如果你没问题的话，那你就是学术报告。如果你有问题，
那你就是滥用科研经费啊。所以查来查去，就给朱恒蒙安了一个滥用科研经费这么一个罪名，贪污科研经费的罪名。我听到的消息啊，这事情还挺不好搞，他现在找律师都不太好找，为什么呢？因为这案子不好辩，你到了这个法庭上，人家公诉机关也不会提你朱恒蒙骂习近平的事情，人家只会说你科研经费的事儿。然后你这个辩护方，你能说骂习近平这回事吗？你肯定不能说。那你就这个案子，你辩这科研经费，你能辩赢吗？门儿都没有，对不对？所以啊，这朱恒蒙现在的命运堪忧啊！我听到的结果啊。说到朱恒蒙这件事情啊，我就想起这么一个话题，就是朱恒蒙作为体制内的这么一个智囊智库啊，因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是智库嘛，他一方面是个学者，另外一方面是个智库官员啊，他其实啊，他有一些系统性风险，所以我今天就想讲一讲中共的这些智库里面的学者的系统性风险这个话题啊。首先我们介绍一下中共都有哪些智库啊。中共的这个智库啊，分为2个层面，一个层面呢就是中共内部的党内的智库啊，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国家层面的。那么中共内部的这个智库呢，大家都知道级别最高的就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办公地点就是在中南海，他的副主任都是正部级官员啊，级别非常之高啊。而且这个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啊，历史上出高官呢，那你想想，陈伯达就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出来的，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啊。那现在的王沪宁，正国级官员，政协主席，那也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出来的。王沪宁原先是复旦大学的一个教授，那当年在新加坡搞这个大专辩论赛的时候，他是中方的这个领队。后来江泽民看上他了，就把他调到北京，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从政研室里面的政治小组的组长开始做起啊，后来做到政研室的副主任，又做到主任，最后调到了中央书记处平步青云，最后做到了整个的这个正国级官员啊。应该说，为什么说这个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非常重要呢？就整个中共啊，它的理论核心和理论发展都是这个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搞出来的。你比如说陈伯达，毛泽东建国以后搞的什么论十大关系啊、实践论呢，其实都是陈伯达带人操刀搞出来的。包括毛泽东搞文革、无产阶级革命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那也是陈伯达搞出来的。那王沪宁就更不用说了，改革开放以后啊，就整个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全部来自于王沪宁，什么科学发展观、3个代表、和谐社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表面上看起来这东西啊都是什么这些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提出来的，背后的理论操刀都是王沪宁啊。所以王沪宁以一个学者做到正国级官员，那这7功这个不得了啊。所以他是共产党的理论大师啊，所以你知道这个智库是非常之重要的。那么中共除了这个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以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80年代搞过一个中共中央体制改革研究室啊，当时是赵紫阳的秘书鲍董，他领衔搞了17个研究员在这里头。我前一段时期采访的吴国光，当时不就是这个研究组的吗？是吧？那级别也非常高啊。那后来还有一个中国农村政策研究室，那是杜润生搞的。那当时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一个农村问题专家陈锡文呢，后来也是由于受到89年的牵连啊，始终是副部级，到最后快退休的时候搞到一个正部级官员。历年中共的1号文件都是陈锡文领衔搞的。那他呢，也是这个中国农村政策研究室出来的，这是党内的几大智库。那么党外也就是国家层面呢，智库主要是2大体系，第一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第二就中国社会科学院。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呢是1980年成立的，它是把国务院原先下属的几个研究所合并在一起，什么物价所啊、经济所呀、什么数量所呀合并在一起，后来又把中共党内的中国农村政策研究室合并到这里头，成立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啊，也是正部级单位啊。其次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中国社会科学院呢也是正部级单位啊，它的规模就大了，有4000人啊，有40来个所啊。这个所里头啊，其中有3200名研究人员。这中国社会科学院基本就是双重身份。第一呢，它首先是个学术机构，你比如说中国社会科学院那些所里头这些人都是研究员、副研究员，还带学生。现在不是搞什么社科院大学吗？对吧？那么这些研究员的水平还挺高啊，他们在每一个行业内搞的那个杂志都是中国水平最高的。你比如说历史所搞的历史研究，那是中国历史研究的 No.1， 对吧？经济所里头搞的经济研究也是一样啊。
那这个呢，它就是兼顾了智库和学术研究的双重功能。你比如说台湾所，它要负责研究台湾的政党走向，负责预测台湾的大选结果啊。当然了，他们预测的从来也没准过啊。你比如说边疆史地所，就研究中国历代的边境的变迁，还有研究历届的那个边境谈判的内容啊。那中共如果要是跟外国人谈判边境的时候，条约的时候，那这个边疆史地所就提供学术支持了。所以你就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它是2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中共的智囊，第二个功能就是这个学术机构啊。应该说中共这3大智囊体系啊，党内的基本上不是学术机构，虽然他们的学术造诣很高，但不是学术机构。社会科学院是学术机构加政府的智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更多的是智囊，少一部分的是学术研究机构，这3大智囊体系啊。那么对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来说啊，它的风险在哪儿呢？就由于它一半是学术机构，一半是中共的智囊啊，它带来了一些角色冲突，所以它这里头的一些学者就容易出一些系统性风险啊。你要知道啊，中共的这个社会科学院体系里头，过去就出过很多问题。你比如说李慎之当时是美国所的所长啊，当年做过周恩来的外交秘书，陪同邓小平到美国访问。那么后来呢，他成立美国所，他当了美国所的所长。那然后在89年的时候，他不支持学生吗？后来就辞职了。晚年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风雨仓皇50年》呐，写的什么意思啊？他对邓小平当时就提了一些微词，说邓小平说了，说这个市场经济啊，资本主义可以搞，那社会主义也可以搞，那为什么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呢？是吧？所以邓小平创立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经济体系。那李慎之当时就诘问了，他说：“你既然说这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可以搞，那议会民主，那为什么资本主义可以搞，社会主义不能搞呢？你为什么不能问一个这个问题呢？”他说：“江泽民说，他说世界大事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那关键什么是世界大事啊？什么是这个顺之者昌的这个世界大事啊？”他说了，全球化、民主化、市场经济化，这就是世界大事啊。所以你看李慎之的这个观念非常之开放。那也就是说，李慎之他本身虽然是一个中共的高级智囊啊，陪同邓小平啊，当年板门店他还参加了谈判，但他也是一个学者。那么学者的身份跟这个智囊的身份，在89年的时候就发生了冲突。还你比如说，当年的这个苏绍智，那是马列所的所长啊，那在89年的时候也非常激进啊，支持学生啊。严家琪是哲学所的所长啊，李泽厚是美学所的所长啊。所以这些人你看到了吗？虽然说是中共的智囊，但他由于学者的身份，学术造诣高到一定程度，他跟中共的这个角色就真的发生冲突了。这种发生冲突就真的有一些风险。你比如说，这社科院里头过去就出过间谍案，是吧？你比如说，它比较著名的间谍案叫金希德案。这金希德特别有意思啊，他是个朝鲜族啊。朝鲜族呢，他后来在东京大学拿到了一个博士学位，回国之后就在社科院开始工作，做到了日本所的副所长。当年我在中央电视台啊，我们经常请嘉宾嘛，你社科院的嘉宾我们是非常愿意请的。为什么？就是一方面他了解党的政策，另一方面学术水平也比较高。这金希德呢，对朝鲜问题有独到的看法，水平很高。对日本的问题呢，也有一些看法啊。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经常请他来当嘉宾。结果到2009年年初的时候，这个人突然就失踪了。他老婆还问我们，他说他金希德，她丈夫找不着了，没了。这人问哪个部门都不知道，问公安机关都不告诉他。我们当时当然也查不到了啊。后来几个月以后，国安部门通知他老婆，你丈夫被抓起来了，涉及间谍罪。后来我们才知道这金希德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当年啊，就是朝鲜那个金正日是吧？金正日的家族他天天胡吃海塞嘛，是吧？结果他就中风了。中风了之后呢，中共就派了北京的专家医疗小组坐专机到北朝鲜给这个金正日去看病，最后把金正日给救回来了。因为北朝鲜的医疗水平很低嘛。这个消息啊，这个金希德是知道的。知道之后呢，他就把这个消息啊告诉给了日本和韩国。我们了解的信息，他可能是告诉了韩国的一个记者，但是媒体的详情我们就不太清楚了。总而言之，日韩是通过金希德知道了这个消息，但是金正日的这个健康问题啊是属于机密啊。
那对于韩国来说，那金正日的健康问题是他们想获知的情报，因为这个情报它可以研判北朝鲜的政治走向嘛。所以金希德把这个消息放出去之后，犯了大忌了。所以在2009年1月份的时候，国安直接就把他抓了。后来呢，2010年的时候就以间谍罪判了他有期徒刑14年。要说够重的啊，他当时觉得委屈，他说我根本就不是间谍，正常采访啊什么之类的，什么之类的。总而言之，就是判刑了14年。你说冤不冤？原先就是我们中央电视台的座上宾，日本所的一个副所长、副局级干部，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还有当时还有一个很著名的间谍案，就是陆建华案。这陆建华当年也是我们中央电视台的一个重要嘉宾呢。我们中央电视台原先有一个栏目叫央视论坛。就是在2000年之后啊，这央视论坛的常驻嘉宾就是陆建华。这陆建华呢，也是当时社科院的一个什么公共研究中心的一个主任吧，还是副主任，我忘记了啊。天天在我们中央电视台值班来讲话，结果突然有一天被抓起来了。2006年的时候，也是间谍罪，就涉及到了新加坡有个《海峡时报》的程翔间谍案，说他给程翔给了70页的文件，那是公开发表的文件，中共的文件。结果陈翔后来被判了5年，这陆建华被判了有期徒刑20年，非常重。现在呢出没出来我都不知道啊，这陆建华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这社科院这个学者，由于他可以接触到一些秘密啊，所以他也带来不确定的风险。但我们说回来，朱恒鹏的这个问题啊，或者说朱恒鹏他的今天的命运呢，在我看来，他其实就是他的一个学者身份跟智库身份冲突导致的一个结果。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听我来分析一下。这朱恒鹏啊，他平时是研究卫生经济学，也研究养老，在这个领域呢，他水平非常高，大家可以查一下，发表了很多水平非常高的这个研究论文。而且社科院的这些学者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的研究本身都非常接地气，他就是研究中国的公共政策的嘛，给政府提供公共政策的服务的嘛，所以他们的研究都非常有针对性。你比如说那三明一改，大家都知道啊，三明一改就是广东三明那个地方，不是有个地方搞三明一改吗？降低药价，通过政府的权力啊，降低药价，给医生适当的提高一点收入啊。那么这个三明一改呢，在国内实际上有些争议啊，但是习近平到那个地方去视察的时候，亲自肯定了三明一改，于是三明一改就成为了一个医改的方向啊。卫生部就天天拿三明一改做典型来推广啊。但是你看朱恒鹏，他自己在论文里头或者说在发言里头讲过很多次，三民一改这个模式不可持续。他讲了三民一改，你是有一个非常强力的政治领导人来推行，别的地方没有这样的领导人，你推不下去。更何况他也讲了，三民一改里头给医生提高的那些份额，实际上不足以药养医体系下给的医生，所以这个激励动作不足。而且他还讲了，通过政府强力的方式啊，你去把这个药价搞下去，也容易形成地方保护。就是说这个药厂如果是本地的，那么政府有可能这个药就进入到这个药房，不是本地的就进不去了。所以他你看，明明习近平已经钦点的这么一个三民一改，他就敢提意见，那他是基于他自己作为一个学者的这样的一种这种怎么说呢，学术中立的这个态度嘛。你再看他今年4月25号最后一次的公共发言，我觉得就更典型了。这一次的发言不是讲的是中国养老问题吗？中国养老问题我们自己也做过几期啊，什么关于延迟退休啊，中国养老金要崩溃啊，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那么在今年的4月25号的中国养老论坛上，朱恒鹏这个发言我觉得水平特别高。他怎么讲的呢？他说啊，中国的现在养老体系大家都知道啊，分为3个。他说城乡居民的养老金呢，退休之后平均每个月领多少钱呢？是205块钱，就是农民的加上城市居民的养老保险啊。他说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呢，退休之后每个月平均领3148块钱。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每个月领的养老金呢，每个月平均是6099块钱。大家可以看到了吗？企业退休人员是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金的15倍，而这个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是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金的30倍。这中间差距大了啊！这大家都知道，中国养老金呢3重体系的不公平，这个谁都知道。那么朱恒鹏啊，先列举了这个数字，紧接着他就讲，他说现在很多去城市打工的这些年轻人呢，
他们不愿意交养老金，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他在城市里交的这个养老金是在养城市里面其他的退休人员、企业退休人员，并不是在养自己的父母。因为他们自己交的这个养老金呢，将来他们回到农村去，他也带不回去。他们回到农村还得每个月领个205块钱。然后他在城市里头如果一直缴纳，虽然理论来讲可以领城市的养老金，但是城市对农民工实际上特别不友好。你在什么住房啊、就业呀、子女入学呀、购买房子这等等这领域都充满了歧视。所以你农民工真要在城市落户、落地生根，其实也挺困难的。你可能交了7、8年、10来年养老保险白交了。所以呢，他就认为城市这些打工的农民工之所以不愿意交纳养老保险，就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缴纳的养老保险并没有体现出这种所谓的缴纳公平性，既没有养活自己，也没有养活他们在农村的家庭，他的父母和祖父母。所以这是中国的养老保险啊，现在覆盖率低、缴纳率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紧接着他就讲了，他说根据这个中国的宏观数据他说中国现在的宏观税负占 GDP 的比已经到了 35.9%。他说这超过了 OECD 国家，也就是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税负水平。这个平均税负水平是多少呢？是 34.3%。这个 OECD 国家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经合组织嘛，就包括美国日本欧洲的德国奥地利西班牙也包括这个瑞典等等这些发达国家我们长期以来有一个观念，就欧洲这些，尤其是北欧这些国家都是高税负，对不对？税非常非常高。但是现在实际上呢，你真实的税负水平，你看全国的税负水平来讲，中国实际上超过这个国家。中国是 35.9%， 然后呢，人家的经合组织是 34.3%。为什么有这个区别？因为中国主要是间接税，在流转环节上征收，而这些国家主要是直接税，所以你的税负痛感非常强，然后呢，你非常清晰，你收的消费税也好，个人所得税也好，财产税也好，这个其实都是非常直接的。但是中国由于在流转环节上收的间接税，所以一般人以为税负水平很低，但其实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已经超过了经合组织。然后紧接着他又说，虽然这个税负水平很高，但是与之相对应的，就中国的社保支出和居民消费支出明显低于经合组织。中国的社保支出占 GDP 的总额是 11.3%， 但是经合组织呢，社保支出是 20%， 那你低于人家那么多，差不多1倍的水平。难怪你社保没钱呢，难怪你给农民发那么低的工资，对不对？而消费就更低了，消费中国呢是占 GDP 的 38.5%， 而经合组织呢是占到 60%。 那紧接着他就问了，他说在中国如果要想解决中国的养老保险的体系系统性的风险问题，你就是加大这个所谓的退休年限也没有太大意义。为什么呢？宏观税负已经到了 36% 了，你再让年轻人多交钱，他会交吗？你多交多得，表面上看好像挺有道理的，实际上落实到年轻人，他一算根本不合算，所以他不愿意给你交。紧接着朱鸿蒙就提了一个观点，他说我们能不能借鉴一下日本当年是怎么做的？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也面临着城市化，跟中国一样，年轻人都到城市里去打工。日本的社保也分为2套体系，一个叫后生年金，一个叫国民年金。国民年金都是那些没什么工作的农民来缴纳后生年金呢，就类似于中国的这个城市的职工来缴纳的那么后来当时日本就面临什么问题呢？国民年金入不敷出，要破产了。后生年金由于年轻人都到城市里面去了，这就有很多钱，那怎么办？一个国家就是你这个2套保障体系下，这个要破产了发不出钱，那个呢也有很多钱，然后呢又发不出去，所以日本就搞了一个改革，就把这个国民年金和后生年金做了一个合并整合，就是让后生年金的一部分钱流到国民年金里头，支付国民年金里面那些在农村的父母的养老金。所以日本政府当时提出了一个口号，你在城市打工的这些日本的年轻人，你缴纳后生年金的时候，你是在替谁缴纳的？你是在养活谁呢？养活你在农村社会里的父母和祖父母。那这样这些年轻人就有非常大的积极性了，对不对？
就我现在缴纳社保我没有领，但这个钱我知道去哪儿了，它流回到我自己的家乡去养活我的父母和祖父母了吗？他说中国为什么不能实行这个？你现在到城里打工的这些人，如果你要是告诉他们你现在这些钱缴纳了之后就流到了农村养活了你的父母，他们就自然愿意交了。那就要求什么？要求你政府把这个不同的养老体系你打破，你让你现在的这些支付体系中间的这些钱要给那农村的老无所养的这批人，给他们来养老保险，也给他们养老保障。说的真棒吧？但是他这个观点当时很多人不理解，网上还说让我们年轻人多交钱，所以当时网上的很多人还去人肉他，还到那个微博上去骂他。要你说朱鹏鹏，我就说他的这套研究的这个体系模型跟中共自己制定的政策，你发现了吗？有非常大的冲突。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次中国的养老保险的改革体系，有没有向着朱鹏鹏这个方向改呢？没有啊，就是简单的延长了一个养老保险的年限而已嘛。这中国的3个养老保险体系仍然纹丝未动嘛，农村仍然是老无所养嘛，这机关事业单位仍然是就占有了整个养老保险中间的绝大部分资源嘛，不公平嘛。这个不公平的体系不是依然被利益集团所裹挟所绑架吗？所以对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我说的这些智库型学者来说，就是智库的这个角色，智囊的这个角色跟他这个学者这个角色发生内在冲突，最后就会形成朱鹏鹏这个局面。所以你表面上看朱鹏鹏不过是在微信群里头骂了几句习近平，但其实更深刻的原因，他不认可中共的许许多多的政策，但他又是中共的智囊，他又是一个学者，所以最后才会在微信群里头喝多了之后酒后吐真言。哎呀，说句心里话，这朱鹏鹏的命运挺悲哀的。他如果就是一个智囊，他不是学者，他也没有什么学术研究的水平，他不至于如此，就是党棍嘛，就是为共产党独立服务嘛。如果他是纯粹这个学者，他不是中共的智囊，他看不到中共的体制内的那个决策逻辑，他可能也不至于这么痛苦。但正是由于他这个双重角色，最后导致了他这种内心的撕裂，最后在那个微信群里头他爆发了。今年7月份啊，这不是经济所里头人员大换血吗？现在这个所的党委书记这龚云，这龚云是什么来头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他是原先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思想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经济研究所的党委书记调来了一个习近平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是想干嘛呀？那你说，那经济研究所里头以后还有什么学术研究的氛围吗？而且就在今年7月份开始，这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巡视组就坐镇在经济研究所，开始搞整风，把那退休的人员都叫到这里开始学习，还针对本所的实际情况让大家明确纪律。说白了是什么？就是要用朱鹏鹏的例子告诉大家，不许乱讲话。你们是社科院的研究人员，你们就是党内的智囊，你不是学者，你不许对党内的政策非议妄议，更不许随便谈论习近平。所以在我看来随着朱鹏鹏事件的落幕就整个社会科学院学者的这个因素，学术的这个因素在逐渐的衰落，慢慢的就开始变成了共产党整个的御用工具而已。所以朱鹏鹏的命运不过是一个整个中国社会科学院逐渐衰落的一个隐喻而已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